现在这台10年前的 Mac 已经安装好了最新的 Sequoia， 让我们看看这台报废的汽车能不能正常上路。苹果在9月17号发布了 macOS 的正式版本 Sequoia， 同时也停止了对一些老款 Mac 的支持，比如要求2018年以后的 MacBook Pro 才能更新到该系统。这就好比我买了一台苹果汽车，每年苹果都会修新的马路，今年修完马路后告诉我，你这车开太久了，太老了，不能上路哦，这就没道理了。不过现在有一家民间改装厂可以让这台报废的车重新上路 ，OpenCore Legacy Patcher 这款工具的作用就是让苹果官方不再支持的老旧 Mac 也可以安装最新的 macOS， 后面我们就简称它为 OCLP。OCLP 的原理就是它在电脑启动的时候会发送一条信息和库克说，朋友，我是最新款的 MacBook， 我要安装新系统哦，就像给老车喷上新漆，再次上路。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老款 Mac 都支持，我们可以在 OCLP 的项目主页上看到所有支持的型号，它按照不同的机型进行了分类，可以在桌面左上角苹果图标光一本机里查看自己的型号。比如我手上的是2013年末的15寸的 MacBook Pro， 硬件上全部正常，我自己换过一个第三方的电池，系统现在用的是官方最后支持的 Big Sur。如果升级到 Sequoia， 按照官方的说法，会有一个不支持最新 Mental GPU 特性的问题。项目主页上列出了各类问题及其严重性，官方也提供了解决方案，具体效果因人而异。确定完手上的 Mac 是支持 OCLP 的，就可以开始整活了。安装主要分为4个步骤：下载系统、安装 OCLP、用 OCLP 安装系统以及安装成功后的设置。第一步，下载系统。在下载系统前，首先建议你用 Time Machine 备份系统，以免在后面升级过程中出现意外，可以及时的恢复。然后准备一个至少32GB 的移动硬盘，插入电脑，用来作为系统的安装盘。在安装过程中，这个硬盘会被格式化，硬盘里如果有重要的资产，也记得提前转移。下载 OCLP 安装程序，打开后点击 Create macOS Installer， 选择 Download macOS Installer， 在列表中选择最新的 Sequoia 就可以开始下载了。下载完成后，点击 Flash Installer， 选择刚下载的系统，再选择准备好的移动硬盘进行格式化，等待成功的提示出现，就说明系统安装盘制作完成了。第二步，安装 OCLP， 主要作用就是安装 OCLP 的引导程序到移动硬盘上，然后就可以用这个引导程序去给库克发消息，这样就能绕过苹果的限制。在 OCLP 的主页菜单上，选择 Build and Install 的 OpenCore， 再点击 Install OpenCore， 选择移动硬盘，等待 OCLP 安装完成。第三步，用 OCLP 安装 Sequoia 系统。重启系统后，按住 Option， 选择带有 OCLP 图标的 EFI Boot， 选择安装 Install Sequoia， 让 OCLP 去加载并安装刚才下载的系统，就可以进入到正常的苹果系统安装界面了。后面就是不停的下一步，下一步，系统安装成功后就会自动重启。第4步，安装系统后的配置，配置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配置就是转移 OCLP 启动器到系统盘，因为现在的 OCLP 还是安装在移动硬盘上。重新安装 OCLP， 打开 Setting， 取消 Shield OpenCore Book Picker， 设置好后，在启动的时候就不会出现 OCLP， 而是直接进入系统。接着把 OCLP 安装到内部硬盘，就完成这个配置了。第二配置就是安装驱动补丁，这一步是可选的，因为有些非常老的 Mac 需要单独安装显卡和 WiFi 驱动。注意，并不是所有的机器都需要。OCLP 会在首次安装系统的时候自己创建。如果进入系统后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无法上网或者显示不正常，可以打开 OCLP， 选择 Post Installed Root Patch， 软件就会自动检测所需要的补丁进行安装。假如你的机器一切正常，就会显示 All Application Patches Already Installed， 那就不用管它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使用 Mac 的迁移助手来恢复数据，建议等数据恢复后再安装补丁。现在这台10年前的 Mac 已经安装好了最新的 Sequoia， 让我们看看这台报废的汽车能不能正常上路。我们来看一下升级 Sequoia 后的这台 Mac 的硬件系统怎么样。显示器的设置一切都正常。新建个文本，测试一下键盘。目前来看，键盘是正常的，包括这个大小写锁定键、回车、删除。触摸板目前使用也是正常的，可以看到蓝牙也是正常的。播放一段音乐试一下。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用一个外置的 USB 的麦克风，
这里面的输入电平也是正常的，说明麦克风也是可以正常工作。我是连接的适配器，接着我把适配器拔掉，可以看到电源已经更改为电池供电，接着连接上适配器，适配器的充电也是没有问题。看完硬件后，再看一下系统软件的部分，这里可以看到 iCloud 已经是完全可以同步的，包括我目前所有的文件是可以储存在 iCloud， 以及从 iCloud 上下载新的文件。我会从其他的 Apple 设备复制一段文本，然后粘贴到这台电脑上。iPhone 镜像是无法启用的，窗框调整是没有问题的，新的日历也可以使用正常。还有就是这次增加的密码 App 使用也是正常的。这些软件它由于使用了新版的 API， 所以说它对系统的最新版本有要求。但是通过 OCLP 升级到 Sequoia 后，这些软件也是可以使用的。我现在使用 FaceTime， 然后选择 iPhone 作为我的相机。它还是会有一些稳定性的问题，在自动断开后又会重新的连接上。而且这个问题是可以反复出现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升级中被大家吐槽最多的相册的 App。理论上，通过 OCLP 安装的系统也是支持苹果官方更新的通道的。macOS 的系统版本号有3个字符，分别是 X、Y、Z。X 就是主要版本发布，包含很多的新特性，比如现在的最新的 Sequoia 是 15.0， 这里的15就是 X， 代表 Sequoia， 0就是 Y， 一般都是增加一些小功能和特性的小版本。修复的版本号就会是 15.0.1， 1就是 Z， 可能是安全更新或者修复一些 bug。如果通过 OCLP 安装的系统日常使用没有问题，就不建议在小版本或者修改 bug 的版本上更新了，以免出现一些未知的错误。除非有些致命的漏洞，那就要重复上面的 OCLP 来升级安装。不需要格式化，安装的时候选择现有的内置硬盘就可以升级新系统了。怎么样的 Mac 适合用 OCLP 安装新系统呢？如果是闲置的老旧 Mac， 想体验报废车辆重新上路的话，不妨折腾一下。如果是干活赚钱的主力机，我是完全不推荐的。毕竟私自改装不保证车辆的稳定性。李小姐，不要下车了。对于无法升级最新系统的 Mac， 大家都是怎么样利用的呢？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 Barry，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